目前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，那人口越多，就代表生产的垃圾越多。所以怎么处理这些垃圾，实际上大部分国家都非常郁闷的事儿。那当然，这里也包括咱们的祖国，因为在2023年，整个中国的生活垃圾差不多就有2.5亿吨。那光听这个数字可能没什么概念。举个例子，鸟巢知道吧？这2.5亿吨的垃圾差不多能装满330个鸟巢或者120个故宫。那面对每一年都会产生这么多的垃圾，全世界主要依靠的手段就是焚烧、掩埋或者再利用。但不管哪一种处理方式都有很大的弊端，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所以我们脑洞大开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的处理掉所有垃圾？大家好，今天聊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啊。如果把所有的垃圾都扔到火山里烧掉，这个方法能不能实现？那如果实现了，又会出现什么后果？那首先来说，最难的一点就是如何把全国的垃圾都集中起来，再统一运送到有岩浆的火山口。因为中国的火山群主要集中在长白山地区或者西南地区，所以大部分城市距离这些火山口起码都有上千公里的距离。那这就需要大量的货车在全国的公路上不停地运送垃圾，拉高了碳排放不说，还增加了人力和物力。那光是运输的成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那除了这些，还要考虑到在运输垃圾的时候，会不会对沿途的环境造成二次污染？那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难解决的，对吧？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城市的周边建立大型的垃圾处理厂，包括发电厂也可以焚烧这些垃圾，形成热电联产。那解决垃圾的同时还可以发电。所以说，如果把所有的垃圾都送到火山里给烧了，那发电厂是不是就不能再靠垃圾发电了？那结果就是我们也用不到这么便宜的电价了，对吧？一正一反，需要花一大笔钱才能把垃圾运到火山口。另一边发电厂没有垃圾可烧，所以不管发电也好，取暖也好，都需要更大量的煤炭。那这么一弄，是不是取暖费跟电价都涨了？一来一回就赔了2笔钱，太不划算了，对吧？所以要把全国所有的垃圾都扔到火山里，就有点不现实了。那能不能只把靠近火山口这些城市产生的垃圾扔到火山里呢？那这个想法可能听着感觉非常合理啊，但如果想实现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因为不是所有的火山里都随时随地的有可以焚烧一切的岩浆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全世界大部分的火山都没有岩浆，因为这些不在活跃期的火山跟普通的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那甚至有些火山口里面还存在大量的水或者其他液体，就更不可能喷发或者存在能焚烧一切的岩浆了。所以要是把上万吨的垃圾都运送过去了，才发现火山里没有岩浆，那不就尴尬了吗？那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说，那我们就等火山爆发的时候再把垃圾运过去不就好了吗？对，全世界就你最聪明。看过火山爆发视频就知道，就它的温度跟破坏力不是人能够预测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别说开车到火山口扔垃圾了，就说有几个人敢上去吧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一般这种长期在活跃期的火山，它一定会引发大规模的地质灾难，比如地震啊、山体滑坡啊，还有火山灰污染什么的。所以根据这些条件来看，确实有一个地方，不管是从地理环境还是火山的位置，都非常适合这个计划，那就是夏威夷的吉拉维厄火山。它可以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爆发最频繁的盾形火山，因为常年的喷发就形成了比较平缓的坡度，这就让岩浆的流动性变得更广。那简单的说，盾形火山就是又宽又平，让岩浆可以像水一样流得很远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讲，吉拉维厄火山的岩浆可能就是为了处理垃圾而生的，但这个只是理论上，因为生活中的垃圾基本都是处理垃圾或者湿垃圾。那这就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因为含有大量水的垃圾，它不会像树木或者煤炭一样安静的燃烧，因为水在高温下会瞬间的气化，也就是说，它在接触岩浆的瞬间，体积就会膨胀1700倍，产生剧烈的爆炸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一滴水掉进油锅是什么样，你就能知道，如果把湿垃圾扔进岩浆里是什么后果了。那其实这种爆炸只要人离得远一点也不算什么事儿啊，但更可怕的是，在这些垃圾里会存在大量的塑料或者橡胶产品，这种材质它在碰到高温的时候，尤其是1100度的岩浆，就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物质，包括那些黑烟也会污染空气。那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环境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。那所以通过上面的条件来看，还会觉得把所有的垃圾扔进火山里是成本最低或者最安全的办法吗？因为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安全风险、技术难题和环境污染都是目前解决不了的。那如果有一天想要实现这个想法，除非能够控制火山，我们在扔的时候没有岩浆，等到垃圾进去之后再让它喷发岩浆，或者像一些电池什么的污染垃圾，既然不能处理，最好就把它们扔到太空里。
那最后想要解决垃圾的问题，一定不能是靠火山或者扔到太空，而是能找到更高效、更牛的资源回收技术。